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索一下最近讨论度很高的两个东西，哦，是什么？就是 AI 原生的浏览器，一个是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Atlas，另外一个是 Perplexity 的 Comet。啊，这两个我知道，最近真的很红，对啊，而且他们好像不只是想做个新的浏览器而已哦，感觉他们的野心更大。嘿啊，更像是想做你个人的网络向导，甚至说要彻底改变我们跟网络互动的方式。听起来很厉害耶。我们这一次也是爬出了各式各样的资料，有哪些呢？有那种产业分析报告还有好几位科技 YouTuber， 像是Stephen Robles、Veba Sisenti、Brock Messerich 他们做的实测影片。哦，这些我也有看到，他们测得蛮详细的。对，还有科技新闻报道，甚至我们还去看了像 Reddit 这种论坛上面使用者第一手的讨论。哇，那真的是很深入耶。目标很明确啦，就是希望帮你从这些有点杂乱的资讯里面提炼出最清晰、最有价值的看法。好啊，那今天探索的核心是什么？核心的探索点，我觉得是这样 ：Atlas 和 Comet， 它们基本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来看怎么样用 AI 浏览网络。两种不同的思路。对，一个我们可以说，它的精神是帮你搞定，英文就是 Do it for me，这比较像 Atlas 的感觉。另一个呢，则是助你深究 Understand it deeply， 这就比较贴近 Comet 的设计哲学。哦，一个是执行者，一个是研究员的感觉。这个比喻不错哦。那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来看看这两种思路在实际的产品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表现怎么样，还有这对你平常上网可能会带来什么改变。听起来很有趣。好，那我们就来仔细剖析一下。好，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位选手，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 Atlas。Atlas。它的自我定位好像不只是个浏览器耶，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数位代理人，或者说是数位助理 （Digital Agent） 这样的平台。数位代理人，我听起来蛮科幻的。对啊，Atlas 的核心想法就是把你看的网页当成一个个可以完成的任务的集合。任务集合？透过 AI， 它想要自动帮你执行各种指令，比方说自动填写表格帮你收集整理资料甚至草拟报告等等。哇，那真的是助理嘞。没错，想象一下，它就像一个随时在你旁边待命的虚拟助手。那它的亮点包括说，它的语境理解能力很强。这应该是靠背后的 GPT 模型吧？对，这当然就是得益于它整合了自家的 GPT 模型嘛。然后是任务自动化能力，可以处理一些比较复杂多步骤的操作。还有它里面就内建了完整的 ChatGPT 对话体验。另外还有一个浏览器记忆功能。记忆功能，这会记录我的浏览记录吗？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开，如果开了 ，AI 就可以参考你的浏览记录，提供更个人化的协助。不过官方强调隐私控制权还是在你手上。这点蛮重要的。还有一个叫游标聊天 Cursor Chat， 就是你在任何文字框都可以叫 AI 出来帮你编辑或产生文字。这个好像蛮方便的。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代理模式 Agent Mode。代理模式，这就是它可以实际操作网页的部分吗？对，就是让 AI 真的去点击、输入、去操作网页。不过要注意一下，这个代理模式目前是要付费的要钱的。对，而且通常需要你手动去启动它，或者是由 AI 建议你用的时候才启用。对了，还有一个限制，它初期只支援 macOS。了解。所以 Atlas 的核心是自动执行任务，像个助理，但关键功能要付费，而且目前只有 Mac 能用。这边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 ，Atlas 的设计哲学确实非常侧重在执行这件事情上。执行。它就是试图把你的意图直接转换成网页上的具体行动。它想要让 AI 渗透到你浏览的每一个角落。不单单只是旁边的一个工具列而已。听起来是想让 AI 无所不在的感觉。可以这么说 ，Atlas 好像是赌说用一个单一整合的 AI 大脑来帮你代劳，这样可以创造一个更流畅的体验。
但反过来说，也可能因为这样牺牲掉一些过程中的透明度啦。有道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另一位 Perplexity 的 Comet。Comet 的定位叫做知识合成引擎 Knowledge Synthesis Engine。知识合成引擎，听起来比较学术一点。对，它的核心理念就比较聚焦在资讯的整合分析，而且它特别强调透明度跟来源引用。这个跟 Atlas 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没错，这让 Comet 感觉起来更像是一个超级强化版的搜寻引擎，只是加入了 AI 的理解跟摘要能力。听起来比较像研究型的工具。对，它的特色包括它会及时引用答案的来源，这点可以增加可信度。这点很重要，尤其现在假讯息很多。没错，然后它号称提供无限次的 agentic 运行，也就是说它的自动化任务好像可以一直跑。好像，所以实际上，是有些用户反映说偶尔还是会卡住了。了解。还有它的界面设计的蛮简洁的，而且它是跨平台哦。不像 Alice 只有 Mac 版。对，因为 Comet 一开始就是从网页版发展起来的，所以 Windows、Mac 都能用。这点对使用者来说比较方便。还有一些附加功能，像是邮件助理、背景助理，就是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语音模式、分隔画面检视、Split View 还可以处理跨多分页的内容。甚至有些测试推测，它好像内建了广告阻挡器，功能蛮多的耶。那它的代理模式呢？这就是一个关键差异了。Comet 的代理模式或者叫助理功能，它似乎是会自动启动的。自动启动，不用手动开。对，感觉比较积极，而且目前是完全免费的。免费的代理模式，这跟 Alice 差很多。所以Comet 的不同之处就很明显了，它的核心更像是一个进阶的研究工具。研究工具，它赌的是可验证性，就是用 AI 来强化我们传统做研究查资料的流程。这对于那些需要深入研究或是需要去查证资料来源的人来说，我觉得会非常有吸引力。对，像学生做报告或是研究人员可能就很需要。没错。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Comet 代表的是 AI 作为一个资讯筛选器和知识整合者的角色，帮我们在资讯海里面捞东西。对，帮你在资讯海中找到相对可靠的讯息。但反过来说，在执行那种很复杂任务的流畅度上，可能就不是它的首要目标了。了解，所以一个像执行秘书，一个像研究助理。这个比喻蛮贴切的。好，那了解了他们的设计理念之后，实际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很多科技评论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 YouTuber， 都已经对这两款浏览器进行了实际测试，结果还蛮有意思的。有哪些有趣的发现？我们来归纳几个关键的测试面向好了。首先，在速度和基本资讯检索这方面，像是查个东西快不快？对，比方说查找 YouTube 影片里面某个特定时间点讲的话，或是帮你找个网站的折扣码，这很实用诶。测试结果显示Comet 通常反应比较快，它可以蛮准确地跳到影片的那个时间点。那 Alice 呢？ Alice 有时候会被影片广告卡住，或是跳转的位置没有那么精准。所以在这种快速查找上 ，Comet 好像占优势。对，不过有趣的是，在找折扣码的时候，两个其实都能找到，而且还会尝试去应用看看，甚至判断这个码是不是有效的。这方面算是平分秋色。所以 Comet 在速度上的优势好像看起来很明显，这也符合它那个快速提供答案跟摘要的定位。没错。不过速度快是不是总是好事呢？好像有些测试结果暗示了另外一面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就带出了我们看的第二个面向，准确性跟深度理解。准确性。对，举例来说，在比价任务里面，像 Verbosity 的测试就发现Comet 虽然很快给出价格，但那个资讯来源好像是去分析相关的文章，而不是真的及时去抓那个网站的数据。所以不是最新的价格？有可能。而且测试里还发现，它甚至漏掉了一个使用者指定的电商网站。哇，那这样比价的意义就打折了耶。对啊，那 Atlas 呢？虽然慢很多，真的很慢，但是它确实是去了使用者指定的那些网站，像是 Amazon Flipkart 去抓了及时的价格跟优惠资讯，所以结果
反而比较准确。哦，所以 Atlas 是牺牲速度换准确度。可以这么说。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网站导航任务，比方说用 Zillow 或 Airbnb 找房子。Atlas 好像更能理解一些比较细微的需求，比如说使用者指定只要房屋不要公寓，他好像听得懂，甚至还会跨网站去搜寻，比如找到 VRBO 的房源。跨网站搜寻，这蛮厉害的。那 Comet 呢？它可能找到的是大致符合但不完全精确的选项。这就凸显了一个核心的权衡了，对不对？没错。Atlas 为了准确性，可以牺牲速度，它的代理模式运作起来更像是真的派一个人去帮你查看那个网页当下的状况。而 Comet 呢，它优先考虑的是效率跟资讯的合成，但是它的资讯来源可能就比较间接，像是来自文章摘要等等。所以这就直接关系到你的使用目的了。对，你是需要快速得到一个大概的答案就好，还是你追求的是绝对的即时准确性？这很重要。没错。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看复杂工作流程跟自动化这方面的表现。这个听起来难度比较高哦。对啊，像是帮你写 email 或者润饰 email 内容啊，安排行事历啊，甚至挑战那种很高难度的，去建立一个 Zapier agent， 是当你自动串联不同的网络应用程式啦，比如说收到新邮件就自动存到 Notion 笔记里之类的。哇，这个如果能自动化，真的省很多事哎。理想上是这样啦，但结果显示目前的 AI 代理其实都还有他们的局限。所以他们还没办法完全搞定。在建立 Zapier Agent 这种复杂任务上，两个都遇到困难了，尤其是在跟 Notion 整合的时候，好像都卡关，需要使用者跳出来提示一下才能继续。看来还不够聪明。对，过程蛮缓慢的。这显示说现在的代理技术还是有它的天花板在。那比较简单一点的，像是邮件跟行事历呢？这边的差异就更有趣了。Atlas 通常需要你手动去启用那个代理模式。之前有提到。而且在执行一些比较敏感的操作，像是真的要发送行事历邀请之前，它会跳出来问你，请求你的确认。比较谨慎。对，感觉它对流程的理解和控制是比较强的。那 Comet 呢，就倾向于自动启动代理模式，比较自动化。对，如果你给的指令很明确，它产生的邮件内容可能还蛮精致、蛮自然的。但是在安排行事历的时候，最后它还是需要使用者自己手动去复制贴上那个邀请内容。最后一步还是要自己来。在那个测试里是这样，没错。这些复杂任务的测试结果，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耶。怎么说？ 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就是说，他们显示了现在的 AI 代理，距离那种完全自主而且可靠地处理复杂多步骤的任务，其实还有段距离。对，还不是万能的。Atlas 那种比较谨慎、需要使用者控制的模式，可以看作是为了安全考量啦。但对于追求完全自动化的使用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怎么不够流畅？而 Common 那种自动驾驶的感觉比较强。可是有时候它可能会开错方向盘，需要你及时去修正它。而且别忘了 ，Atlas 的代理功能是付费的。对，这也是一个考量点。好。那我们综合了这些测试结果，还有他们各自的设计理念，来归纳一下核心的差异，以及这对你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代表什么意义。好，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者体验和功能。用起来的感觉。对，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基于 Chromium 这个核心，就是跟 Google Chrome 一样的基础了，所以网页相容性大致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风格跟内建功能差蛮多的。怎么说？蛮多人觉得 Atlas 的界面比较干净，比较有 macOS 那种原生 App 的感觉，简洁风。对，但是 Comet 呢，它提供了更多实用的内建功能，像是语音助理啊、即时翻译、分割画面，可以整合跨分页的内容等等，而且它是跨平台的。所以选择上可能一部分也要看你用什么作业系统。还有需不需要那些 Comet 提供的额外工具？没错 ，Atlas 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专注在 AI 代理这个核心功能的应用。而 Comet 呢，则试图在浏览器本身就整合进更多的功能。了解。好，那第二点是代理模式的运作逻辑。这个刚刚有稍微提到。对，就像刚刚讲的 ，Atlas 给你比较多的控制权，通常需要你手动去启动代理。
而且在关键步骤会跳出来问你，请求确认，比较像一个需要你给明确指令的司机。比较听话。那 Comment 呢，就比较像一个会自己猜你想去哪的司机，它倾向于自动启动，比较积极一点，但也可能因为这样产生一些不是你预期的操作。这个积极的特性是不是也跟安全性有关？对，这就带到第3点了，安全性的考量。这很重要确实 Comet 之前其实有被揭露过一个叫做 Comet Jacking 的安全漏洞。哇，听起来有点严重。虽然官方很快就修复了啦，但是这个事件也凸显了，当你赋予 AI 这么大权限去操作你的浏览器的时候，潜在的风险是什么？对，毕竟它等于可以帮你做很多事，包括登录账号之类的。没错，相较之下 Atlas 那种比较保守的权限设计，还有操作前的确认机制，可能正是出于安全的考量。OpenAI 也一直强调，使用者对于那个记忆功能是有控制权的，还有他们的隐私保护措施。对，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当你允许一个 AI 程式去操作你的浏览器时，本质上就是给了它非常大的权限。所以无论选择哪一个，我觉得都需要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存在。非常同意。好，再来第4点是生态整合。生态整合是指跟其他服务的连结吗？对 Atlas 的一个很大优势就是它跟 ChatGPT 的深度整合。毕竟是同一个妈生的。嘿呀，所以如果你已经是 ChatGPT 的重度使用者， Atlas 可以利用你既有的那些对话历史偏好设定来提供更个人化的体验。这听起来不错。那 Comet 虽然也有自己的 AI 模型，但在这方面的连结性相对就比较弱一点。了解。最后一点则是商业模式。这个差蛮多的对啊，差很多。Atlas 采用的是免费增值模式，就是 Freemium， 基本的浏览功能是免费的，但是核心的那个代理功能需要付费订阅。而 Comet 目前是采取完全免费的策略。完全免费？那它的目标应该就是先快速扩大用户基础吧？没错，目标很明显。好，那综合这样看下来，如果要给你一些建议，可以怎么思考呢？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这样想，如果你本身就是深度的 ChatGPT 用户，很重视 AI 知识库的延续性，需要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流程，而且希望有比较高的控制权，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操作的时候。像是处理订单或个人资讯。对，那这种情况下 Atlas 可能会是你的菜，前提是你要能接受付费，而且目前只能在 macOS 上用。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追求的是快速的研究、资讯整合，需要跨平台使用，比如说公司用 Windows， 家里用 Mac， 而且希望免费体验 AI 代理的自动化能力，那么 Comet 会是一个非常强劲的选择。但是使用的时候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它资讯来源的准确性，特别是像比价这种有时效性的资讯。对，要多方查证一下。没错，而且要对它那种比较自动化的代理行为保持一定的警觉，可能需要盯着它一点。了解。所以选择哪一个，真的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没错，没有绝对的好坏。好，那谈完了使用者个人，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这些 AI 浏览器的出现影响可能不只是我们个人他们正在对整个网络的生态投下一个震撼弹。怎么说？会影响到谁？最直接的，我觉得就是对 Google 的挑战浏览器龙头 Chrome 的老大哥。对啊 ，Chrome 的市占率虽然还是非常高，大概70%多吧，但是 AI 浏览器这种绕过传统搜寻，直接给你答案的模式，就直接威胁到 Google 最核心的广告业务了。这都是真的。如果大家都不用搜寻了，那广告给谁看？没错，当然了 ，Google 也在反击，他们也在加速把自家的 Gemini AI 整合到 Chrome 里面去，所以这场仗才刚开始呢。这确实有可能引发一场所谓的平台转移平台转移？对啊，如果使用者越来越习惯直接问 AI， 而不是自己去搜寻，那么传统我们在谈的 SEO 就是搜寻引擎优化，
那套逻辑可能就需要改变了。哎，没错，对于做 SEO 还有数位行销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信号。未来的重点可能就不再只是追求关键字排名了，而是要转向怎么样让你的内容更容易被 AI 理解，更容易被 AI 引用，甚至可能出现所谓的 AI 模型最佳化。AI 模型最佳化听起来好酷，就是想办法让 AI 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能够推荐你的品牌或产品。哇！那行销预算可能也要跟着变动了。对啊，可能就要从 Google Ads 转移一部分到 AI 平台内部的合作或原生整合上面去。那对于内容创作者或媒体呢？他们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个双面刃啊。哦，一方面 AI 的摘要功能可能会降低原始网件的流量，进而冲击到广告收入。这很现实。但另一方面，这也迫使创作者去思考如何提供 AI 很难取代的价值。比如说，像是独特的观点啊、深度的分析、娱乐性，还有社群的连接互动等等。如果只是单纯做资讯的搬运工，那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了。这也算是促进内容升级吧。可以这么说。那在企业应用方面呢？ AI 代理听起来好像可以自动化很多内部流程。对，潜力很大，可以提升效率。但是这也带来了管理上的挑战。像是资料安全吗？没错，怎么确保资料安全？员工要怎么合规的去使用这些工具？这些都是问题。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专门针对企业需求设计的 AI 浏览器，或者是代理工具出现。这块市场应该也很有潜力。好，那总结来看呢，Atlas 跟 Comet 的竞争，其实可以看作是两种 AI 应用哲学的碰撞。执行者 versus 研究者。对 ，Atlas 想成为那个无所不能的数位助理，而 Comet 则想成为最高效的知识引擎。而在这背后，我觉得有一个更深层的趋势正在发生。哦，是什么趋势？就是我们跟网络互动的方式可能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根本性的转变。对，未来我们主动去浏览网页，或是去搜寻资讯的这种行为，可能会逐渐被跟 AI 的对话所取代。哇，网络可能从一个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的空间，慢慢变成由 AI 为我们量身策展的个人化的资讯流。听起来很方便，但也对，这带来了便利，但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比如说，我们会不会失去自己探索发现的乐趣？还有，资讯同温层是不是会更加严重？资讯茧房的问题。没错，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观察和思考的变化。好的，今天我们真的是深入拆解了 ChatGPT Atlas 跟 Perplexity Comet 这两款 AI 浏览器，收获蛮多的。结论就是他们各有侧重啦，没有绝对的好或坏，选择哪一个真的取决于你的需求跟偏好。Atlas 强调整合跟执行力 ，Comet 则强调研究跟效率。无论你最后选择哪一个，或者是暂时还在观望，继续用传统浏览器搭配 AI 助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这些新工具的潜力在哪里，同时也要知道它们的局限性。AI 浏览器确实开启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但它们其实也还在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对，还不完美。没错，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尤其是处理比较重要的资讯，或者是要执行一些比较敏感的操作时，保持批判性的思维，多方核对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完全把它们当神了。对，要聪明的使用它们。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留给你一个问题，延伸思考一下。当你的浏览器未来不只可以看懂网页，还能真的实际动手做的时候，除了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些任务之外，你最希望你的 AI 浏览器能帮你自动完成哪一件最耗时、最繁琐，或者是你个人最讨厌做的日常网络任务呢？这个问题很有趣诶。对啊，这个问题或许能帮助你想象一下未来的网络生活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面貌，值得好好想一想。